始まるよ。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天气越来越热了，说起日本的夏天，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夏日祭。在日剧和动漫里，从来都不缺少夏日祭的相关题材。仲夏夜穿浴衣看游行，捞金鱼，拿着团扇看满天花火绽放，描绘的就是夏日祭的场景。社长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日本夏日祭的那些事。夏日祭的日语是 Natsumatsuri。其实严格来说啊，夏日祭并不是特指某一个具体的节日，而是在夏日里举行的活动和节日祭典的总称。每年夏天啊，日本各地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祭典，热闹非凡。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的热衷于祭典活动呢？这就要说到日本人自古以来所相信的万物有灵论。日本人相信啊，任何物品皆有神明附体，因此有800万的神一说。而日本祭典最原始的目的就在于感谢神明，或是向神明祈愿。其实日本的祭典活动啊，全年都有，但是最热闹的大型祭典大多都发生在夏天，特别是7月、8月这2个月。这是因为啊，日本在古时候一到夏天就是各种瘟疫的高发期，而在那个时候呢，人们认为这是来自神明的惩罚，于是就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祭典活动，以祈求消除瘟疫。所以我们最常听说的那些祭典啊，几乎都在夏天。其中呢，又以京都的祈源祭和大阪的天神祭最为有名，这俩呢也和东京的神田祭并称为日本3大祭典。在这3大祭典中啊，要数京都的祈源祭规模最为盛大，每年7月会持续整整1个月，而每年这个时候呢，也正是京都的猛暑，虽然会达到35度以上的气温，却也丝毫未能消减人们观看祭典的热情。祈源祭呢，每年由京都的八坂神社举办，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社长呢也在京都住过1年多，毫不夸张的讲啊，祈源祭应该是京都人最盛大的节日，热闹程度远远超过新年啊、圣诞这些节日。每年的6月份，4条大通就开始各种装扮起来，准备即将到来的祈源祭。公元863年，贞观5年，是日本的贞观5年，不是大唐的贞观5年。京都的神泉院就已经开始举办御灵会，以超度因瘟疫而去世的怨灵。这里插播一下，社长在神泉院的南侧300米的位置，正在建设一座厅屋风高级旅馆。祈源祭来京都就住社长的神泉院厅屋旅馆吧。广告回来，864年富士山喷发，869年贞观地震发生，接连不断的灾难加上平安京的潮湿气候，导致大规模疫情爆发。869年，京都东山的祈源社，现今的八坂神社，把牛头天王供为神祇祭祀后，瘟疫平息了下来。在当时，只有发生瘟疫才会举行法事，到了公元970年起才成为惯例。在容易发生流行病的6月7日跟6月14日固定举行。到了日本改制新历后，则改在7月在京都市内举办例行祭典。虽说祈源祭会持续整整1个月啊，但是真正的高潮是在7月17日的前祭，而其中最大的看点便在于山毛游行。山毛是什么呢？经常看日剧或者动漫的朋友可能会见过啊。祭典的时候，一群人会拉着或者抬着一个轿子一样的东西，这个轿子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山毛，也就是山车和毛车，分别指代的是神灵所乘坐的神车和神轿。山毛的体型巨大，最大的甚至有25米高，12吨重。在巡游的时候啊，通常有30-40个成年壮汉才能拉得动啊。每年的7月17日上午9点，再有各路神明的9座毛车和23座山车会集结于4条乌丸大街。每座山毛都有着各自的名字和典故，上面的御神体也造型各异，华丽程度惊人，更是被盛赞为移动的美术馆。等到巡游开始后啊，32座山毛会被人群用人力拖着，陆陆续续穿过大街小巷，沿着4条河原町一路前行至新町浴池，场面浩浩荡荡，十分壮观。特别是当山毛行进至转角处的时候，拖拽的人群仅用人力就让巨大的山毛进行90度的转弯，日语里叫茨基马瓦西。那震撼的场面，相信你看过1次之后啊，便永生难忘啊。比起京都的祈源祭，大阪的天神祭其实才是社长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啊，每年举行天神祭的大阪天满宫，距离社长的公司才500-600米，
而因为天神祭所带来的民间巡游活动花火大会，则会蔓延到社长的办公楼前。每年社长的办公楼前都会临时改成单行道，人山人海的景象真的非常夸张。所以只要社长肉身在日本，每年的天神祭，我想错过都错过不了啊。天神祭的历史也十分悠久，相传公元949年，这里经常受到雷电和疫病的侵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含冤而死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怨念所导致的，因此便建立了天满宫，以祭祀和安抚菅原道真的怨灵。2年后，也就是公元951年，天满宫附近的河上飘着一把神矛剑戟，当地居民把其视作神明的兵器，然后将兵器停留的川畔视为神明所指定的斋场，并为它举行净化仪式，称之为毛流神事。这也就是大阪天神祭的起源。天神祭举行的时间是每年的7月24日和25日这2天，其中25日的陆渡御和船渡御是整个祭祀活动的重中之重。所谓陆渡御啊，就是陆地出巡，约3000人身穿豪华服饰，组成游行队伍，从大阪的天满宫出发，一路行进至码头。队伍里有着抬着神轿用力敲打着鼓的壮汉们，还有戴上天狗面具的原田彦，以及纪念菅原道真的继承而表演的狮子舞和雨伞舞。整个游行华丽壮阔，宛如时代的画卷。祭典活动的高潮是傍晚的船渡御，也就是水上出巡，载着道真宫神灵的奉安船、催太鼓伴奏的供奉船、装饰有风雅人偶的御迎船，以及民间企业团体等赞助的奉拜船，约100艘船只的船队浩浩荡荡游走在大川河上，热闹非凡。最后还有一场4000发的烟花表演，这就是奉纳花火仪式。烟花在空中大肆闪耀，与壮阔的船队交相辉映，在水面上留下美丽的倒影，两岸也被映照得宛如白昼。这就是天神祭最璀璨的瞬间。这里社长友情提示一下，没有体力就不要出来看烟花了，因为你只能顺着人流慢慢蠕动，没有任何机会逃出人流，上厕所都不行。除了京都的奇缘祭和大阪的天神祭之外，夏日祭还有什么大型活动呢？社长这里要特别推荐一下，每年的8月12号到15号之间，在德岛县举办的阿波舞祭。祭典期间啊，整个城市都会变为阿波舞的舞台，观众在两侧夹道叫好，舞者们徐徐向前，声势浩大。现场还有专业的乐师伴奏，那盛况啊，就如同巴西的狂欢节一般。为什么社长要跟大家推荐阿波舞这个祭典呢？是因为阿波舞被看作是快乐的象征。阿波舞边跳边喊口号，特别简单，一学就会。其中一个经典就是踊るアホに見るアホ、同じアホなら踊らにゃ損損。意思就是啊，跳的人是傻瓜，看的人也是傻瓜。既然大家都是傻瓜，不跳你就吃亏了。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傻呵呵的舞，每年吸引了超过130万的观光客。你甚至还可以加入激情的队伍，与大家一起在街上共舞狂欢。聊完了夏日祭的活动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日本人在夏日祭的时候会穿什么。咱们在很多日剧和动漫里都有看到啊，在夏日祭的时候，男女主角都会穿着传统的服饰逛庙会、看烟花，特别有过节的气氛。可能很多朋友会把这种传统的服饰当作和服，社长在这里要纠正一下，这种看着跟和服很像的服饰啊，其实并不是和服，而是浴衣，日本叫 yukata。顾名思义，浴衣就是过去日本平民在洗澡之后穿的便服，与复杂昂贵的和服不同，浴衣更为轻便，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即便时至今日啊，也是人们夏天穿着的一大选择。每到夏日季来临，就到了女孩子们精心打扮的时候，从各种各样的花纹款式的浴衣到发型发饰，再到手提小包和团扇，甚至到美甲都要一丝不苟，洋溢着浓浓的夏日气息，走在街上仿佛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话说社长在京都开设了一家和服租赁店铺，名为不二呼吸。各位小伙伴来京都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下 yukata， 漫步一下京都的小巷，拍拍照片，才不枉京都之行吧。聊完了穿什么，我们再来讲一讲夏日季的时候日本人都吃什么。作为一个地道的吃货啊，虽然穿着浴衣的帅哥靓女们很是养眼，但是社长的目光总是离不开他们身后的那些小吃摊。那些个花花绿绿的小亭子啊，在日语里叫屋台。屋台，由于可以很快的搭建和拆卸，所以日本的很多活动中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屋台里卖的小吃啊，都是很有和风风味的。社长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社长比较爱吃的小吃。第一个是日式炒面，这可以说是屋台小吃里面的扛把子，哪里有祭典哪里就有炒面。加入了蔬菜和猪肉的炒面，在滚烫的铁板上滋滋作响，浓郁的酱汁混合着油香扑鼻而来。
不禁让人垂涎三尺啊。第二个是炭火鸡肉烤串，也就是 yakitori 烧鸟，主要分为盐烧和酱烧两种。按照食材的种类啊，又有鸡肉串、鸡皮串、鸡肉丸、鸡胗串等等。不管哪种啊，都是夏日祭里的人气选手。第三个是章鱼烧，每个祭典里啊，章鱼烧的摊子总是会排很长的队。虽然现在章鱼烧随处可见，甚至自己在家也能做，但是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在祭典上吃到的章鱼烧永远是最好吃的。最后一个呢是鲷鱼烧。鲷鱼烧啊，其实是一种衍生自金川烧的红豆馅儿的外形像鲷鱼一样的传统和果子。因为鲷鱼在日本是吉利的象征，所以鲷鱼烧呢也就成了各种祭典上的常客。社长再插播广告可就过分了啊！但是社长真的开了一个兰州牛肉面，明年的大阪天神祭，社长就去摆一个屋台，现场给大家做拉面。屋台除了卖小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社长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捞金鱼。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啊，还是在动画片《灌篮高手》里。捞金鱼的玩法呢也很简单，你只要用纸网从水槽里把金鱼捞上来，就可以把可爱的小金鱼带回家了。有点像咱们庙会的套圈游戏啊之类的，听上去很容易，是不是？但是你来试过就知道有多难了。反正社长还没有成功过，等玩累了呢，再来一瓶子波子汽水，或者来一碗刨冰。夏日祭最惬意的事莫过于此啊！最后再来讲讲夏日祭里的重头戏——花火大会。米津玄师有一首歌叫《打ち上げ花火》，说的就是放烟花这事儿。说到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放烟花这么有感情呢？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江户东京博物馆里有这么一幅画，画面里桥上人山人海，街边商贩卖力吆喝，空中烟花灿烂夺目，一片热闹的景象。这就是江户时代歌川国虎所绘制的名为《江户两国桥西凉大花火之图》的浮世绘作品，这也是对日本人观赏烟花的最早记录。从此，日本便一直流传着春季赏樱花、夏季观烟火的传统。如果说樱花是对春天里万物复苏的歌颂，那么花火大会就是夏日里最浪漫的风物诗。伴随着音乐升空的烟花，一个个带着金色的轨迹，欢快地旋转着冲向云霄，在瞬间绽放开来，流光溢彩，绚丽夺目。这让社长不由得想到，日本人好像就偏爱这些短暂却美丽的意象。美好的东西无关生命的长度，见证的时刻便是一期一会。有人说日本的烟花和中国相比不值一提，社长只能说各有千秋，受众不同。视频的最后，社长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每当参加这些夏日祭典的时候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凑热闹之余，社长也不禁会想，日本的传统节日为什么会如此盛大而隆重？这些传统文化究竟是如何传承下来的？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中秋节和端午节好像也就只剩下吃月饼和吃粽子了？如果你有参加过日本的夏日祭，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传统的东西并不是大人们的专属。小孩子们也会穿上全套的祭典服饰，有模有样的跟着大人们一起庆祝，甚至还会有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迷你神教，让他们也能过把瘾。千言万语都不如亲身经历。都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不仅仅是针对知识的学习，文化的传承也是一样的吧。除此之外，如何在古老和现代中找到平衡点，也是很多传统文化传承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当面对新事物的冲击，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日渐式微，反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就拿这些神社和祭典为例啊，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还会与年轻人喜欢的 IP 做联动，推出大量的 ACG 文化合作。不要以为这只是同人爱好者的脑洞啊，这可是实打实的官方宣传。所以日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延续？社长相信最真实的答案不在印刷精美的文献里，也不在专家的高谈阔论里，它就藏在一代代日本普通老百姓在参加夏日祭的笑脸里。如果你也对夏日祭感兴趣，不妨亲自来日本体验一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